普京发表全国讲话，给瓦格纳3条路，但普里戈任只有1条路可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瓦格纳叛乱平息后，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一个是瓦格纳集团会不会消失，普里戈任这个叛军头子又会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最近这几天呢，围绕这2个问题，俄罗斯内部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和保守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博弈。我们能够看到的迹象，一个是国防部禁止私营军事集团和囚犯签订雇佣合同，一个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频繁在电视上露面，再加上各大俄媒声讨瓦格纳和普里戈任，要求继续追究叛国罪，重启针对普里戈任叛国的刑事案件调查。而另一边激进民族主义的声量也不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叛乱平息的第2天，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就亲自下场，要保住瓦格纳。他表示，取缔瓦格纳这个最有战斗力的武装集团，那就是在给北约和乌克兰送大礼，所以瓦格纳应该继续存在，但有必要更换更合适的领导层。那到底怎么处理呢？普京亲自给出了一个答案。在叛乱平息后，普京发表了一个全国电视讲话，在讲话里，普京就说了，瓦格纳大多数的士兵和指挥官都是爱国者，普京也很感谢他们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所以他给了瓦格纳的成员们3条路：第一，留下来跟俄罗斯国防部或者其他执法机构签合同；第二，回家；第三，去白俄罗斯。这是一个相当宽容的处理方法，它等于说瓦格纳集团可以搬到白俄罗斯去，以俄白2国的关系，其实这也是继续为俄罗斯效力，只不过是绕了个弯儿。两边在明面上都好看，但是瓦格纳兵变的事情必须有人负责，谁来负责呢？普京就说了，叛乱的组织者，虽然普京没有点名普里戈任，但瓦格纳叛乱的组织者除了他还能有谁呢？而且普京还刻意提到了在兵变中牺牲的俄罗斯飞行员，这明显是要清算普里戈任了。所以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瓦格纳集团不会消失，但是会跟俄罗斯进行一个名义上的切割，成为白俄罗斯的一家雇佣兵集团。至于瓦格纳在非洲的业务，俄外长拉夫罗夫也亲口确认了，不会有影响的。至于普里戈任个人，那就只能面临清算这一条路可走了。其实，在普里戈任发动兵变的时候，他就注定会被清算，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容忍叛军头子逍遥法外。之前撤销对普里戈任的刑事调查，恐怕也是缓兵之计，而现在就是算账的时候了。不过，瓦格纳兵变对俄罗斯来说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国防部的腐败问题彻底公开了。为了防止还有兵变发生，那普京就必须摆出姿态，重视俄罗斯国防部的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也必须做点什么来堵住悠悠众口。那还有什么比战场上的功绩更能平息质疑的呢？所以接下来俄军肯定会在前线发力，势必要拿出点成绩来。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